曼谷雨季的午后，一间不起眼的工作室，摄影机架好了，灯光打亮，桌上摆着翻译用的麦克风，镜头前的女人妆容整齐，说话很轻，语速很慢，慢到你会以为她在挑字。这是一场跨国专访，香港的主持人专程飞过来，就为了坐在她对面。访谈进行到一半，她忽然停下来，闭上眼睛，空气安静了几秒，然后她开口说了一句话，翻译愣了一下，才把那句话转成中文：龙已经醒了。这是后来在华人圈疯传的版本里被反复描述的那一刻。那一刻的空气是什么样子？每个转述的人都加了自己的细节。有人说翻译的手停在半空，有人说主持人下意识往椅背靠了一下。细节越传越多，唯一不变的是那5个字：龙已经醒了。5个字没有主词的来历，没有时间的期限，像一则没有署名的判决书。也正因为空白太多，后来的整个夏天，全亚洲的观众都在替他填空。主持人追问哪条龙，他没有正面回答。流传的版本里，他接着讲的是7月之后的世界，海会不一样，天会不一样。有一个国家会被军舰围住，里面掌权的人会被逼着让出位子，军舰围国，逼宫夺位，亚洲会有灾难。而在同一场访谈里，他还讲了一件更离奇的事：一个人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坐监，像被关进轮回里的监狱。他给出的答案竟然跟树精有关。这段访谈流出之后，华人圈炸开了，因为坐在镜头前的不是普通的网红命理师，他是泰国的 Plai 师傅，被港媒冠上神级预言家4个字的女人。事前示警缅甸大地震的是他，2019年说出一种改变人类面孔的病的也是他。今天这支影片把这场访谈完整拆开，哪些是他真的说过有报道可查的话，哪些是流传过程中被加上去的版本。龙是哪条龙？军舰围的是哪一国？他口中的阎罗王与树精又是什么来历？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从那个7月到今天，整整1年过去了，世界的账本摊开来，他的话到底对上了几条？这不是一支要你信的影片，也不是一支要你笑的影片，这是一支对账的影片。账对完，信或不信，你自己决定。先讲可以查证的部分。2025年6月，香港资深灵异节目主持人潘少聪专程飞到泰国，对 Plai 师傅做了一场专访。潘少聪是谁？香港听众都知道，主持灵异节目超过20年，从电台时代一路做到网络直播，访过的灵异人物不计其数，连他都要亲自飞一趟曼谷。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讯号，专访的存在不是网络谣言。香港多家媒体跟进报道，其中一则标题写得很直接：泰国神婆 Plai 向潘少聪预言7月日本地震伤亡数字，曾算中缅甸地震。标题里的每一个字都查得到出处。访谈里最震撼的一段是关于日本，要理解这一段，得先补上背景。当时整个东亚都被一个日期笼罩。2025年7月5日，日本漫画家龙树亮在1999年出过一本《我所看见的未来》，封面上写着大灾害在2011年3月，12年后，东日本大地震真的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这本绝版漫画一夕封神，2021年完全版上市，里面追加了一个新的梦。2025年7月，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底会裂开，海啸的高度是东日本大地震的3倍。整个夏天，这个梦在华人圈疯传，连作者本人后来都出面说日期被过度解读了，但没有用，恐慌已经长出自己的脚。潘少聪的专访就是在这个气氛里进行的。恐慌不是形容词，是统计数字。那年初夏，香港与日本之间的航线定位量肉眼可见的往下掉，有香港的航空公司干脆宣布把非日本部分城市的航班减班停飞。日本地方政府急了，观光单位轮流出来喊话，强调科学上没有任何依据。旅游业者形容这是疫情之后从来没见过的景象，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疫情，是因为一页漫画几段预言就让几十万人改了机票。你可以嘲笑这种恐慌不理性，但它证明了一件事，在东亚，预言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它是一种能搬动真金白银
改写航班表的力量。Play 的话就是在这样的市场里流通的。Play 被问到日本，流传的转述是他不只认为日本7月前后有事，他还给出了伤亡的数字。那个数字各家媒体转载的版本不一致，我们不在这里复述，因为查不到他原话的完整录音，但他给出具体伤亡数字，这件事本身被写进了港媒的标题。更冷的是后面一句，有人问不去日本是不是就安全了？流传版本里他的意思是，就算不去，因为某一个原因，有些人仍然难逃一劫。这句话当时让很多已经订了机票的人半夜睡不着。流传版本里还有更细的说法，他给的不只是数字，还有范围与月份，甚至提到海边与高楼的取舍。这些细节同样查不到原始出处，我们只转述有这些说法在流传。这个事实本身，记住这个分寸，越是具体的细节，越要问一句，出处在哪里？这是面对任何预言的时候唯一能保护自己的姿势。他对自己的国家同样不留情面。访谈与其后的流传版本里，他多次提到泰国的水，曼谷会被水围困，水从天上来，也从地下来，排不出去。流传的描述甚至具体到城市的体制，这座城市的地基不稳，不是崩，是慢慢往下陷。这不是空穴来风的恐吓，曼谷本来就是全球下陷最快的城市之一，平均海拔只有 1.5 公尺。科学界警告它的未来，警告了几十年，但预言与科学在这里叠在一起，反而更难分辨。他说的是灵视还是常识，没有人拆得开。这一条也先记进账本。那龙已经醒了，讲的又是什么？查有署名的报道，他那段时间的预言核心其实是水。他点明了3个海岛国家的海域，印尼、菲律宾、所罗门群岛。7月到8月之间，这些海域可能出现跟水有关的灾难。台湾媒体还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流传版本中他点明 T 国暑假有灾， T 可以是泰国，也可以是台湾，当时没有人说得准。而在流传的版本中，他把海底的变动形容成一个沉睡的巨物被惊醒，有国家在海里试验武器，惊动了深海的结构，于是那个东西醒了。军舰、武器试验、海底的巨物，这3个元素在网络转传里被绑成一句话，龙已经醒了。至于军舰为国逼宫这8个字必须诚实交代，在查得到的署名报道里找不到一字不差的原文，它更像是访谈内容经过一层一层转述之后被浓缩出来的标题。但军舰与为的意象确实出现在流传版本对7月之后局势的描述里。这里先立一个规矩，这支影片会一路遵守预言的说法归预言，可查证的事实归事实，两边分开放，最后再对账。这里补一个背景，他是怎么红出泰国的。2025年3月28日，缅甸强震之后，泰国社群翻出他早前的示警内容，时间在地震之前，转发量一夜爆炸。泰国媒体开始叫他神算，华文媒体跟进，从香港的娱乐版到台湾的新闻网站，再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中文圈，一路烧。到了年中，他已经是全亚洲华人圈识别度最高的泰国灵媒。潘少聪的专访是这波热度的最高点，也因此访谈里的每一句话都被逐字放大、转译、再创作。这正是军舰为国逼宫这类标题诞生的温床，热度越高，原话与流传版本之间的缝隙就越大。这也是为什么这支影片必须一边讲一边对账。港媒替他整理的履历本身就像一部剧集的角色设定，超高学历，可与阎王通灵，抗拒预知力入 ICU， 遇事马航370下落。这些字句全都是报道标题里的原文，不是这支影片的创作。一个受访者能让娱乐版、旅游版、新闻版同时开稿，这种待遇过去只有巨星才有。预言在2025年之后的华文媒体圈已经是一条成熟的产品线，而它是这条产品线上最有辨识度的脸。到了下半年，它的内容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泰文原始访谈在前，泰国网络媒体转述在中，华文自媒体在后，每一层都加一点盐。台湾的谈话节目引用香港的报道，香港的报道
引用泰国的社群，泰国的社群引用他的一句原话，等传到你手机荧幕上的时候，那句话已经履行了3手、4手。这支影片能做的就是逆着这条链往回走，能走到哪里就对到哪里。看过专访片段的观众留下的描述出奇一致，他全程平静，不故弄玄虚，讲到灾难与数字的时候，语气像在念天气预报，没有压低的嗓音，没有刻意的停顿，反而是这种平静让听的人背脊发凉。一个把灾难讲成日常的人，只有2种可能：他看过太多次，或者他想让你以为他看过太多次。这2种可能，这支影片都不替你选。台湾观众为什么也跟着看？因为他的预言地图上，台湾从来没有缺席过海岛、地震带、地缘夹缝，他点名的每一个关键词，台湾全都对得上号。看他的预言，对台湾人来说从来不是猎奇，是照镜子。现在把龙觉醒3个字一层一层拆开。第一层，地质的龙，摊开太平洋地图，从勘察加半岛往南，日本海沟、琉球海沟、马里亚纳海沟、菲律宾海沟，一路弯到印尼外海，环太平洋地震带，全球约90%的地震在这条带上发生。它的形状就是一条弓起背的巨龙，龙头压在东北亚，龙尾扫过南太平洋。在东亚的民俗语境里，海沟深处的大地震自古就被说成龙王翻身、鲶鱼翻身。如果照它水与海底的原话脉络去读，龙醒了，最贴近原意的解读是海底的断层带进入活跃期，这是第一种说法。顺着第一层还岔出一条支线，它流传版本里那句有国家在海里试验武器，惊动了深海，其实踩在一个很老的阴谋论传统上。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之后，网络上就流传过海底核试引发地震的说法。每一次规模8以上的强震，这类说法都会重新出土一次。地震学界的回应始终一致，人造爆炸的能量跟板块释放的能量差了好几个数量级，测震仪一眼就能分辨。科学上这条支线走不通，但在预言的语境里，它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叙事。天灾背后有人祸，龙不是自己醒的，是被吵醒的。这个叙事会一直活下去，因为它给了灾难一个可以怪罪的对象。第2层，国家的龙，华人圈的第2种解读几乎是条件反射。亚洲哪个国家千年以来以龙自居？中国。龙醒了，等于中国动了。顺着这个解读，军舰围的是哪一国？台湾的观众第一时间想到自己。这几年环台军演一次比一次贴近，军舰绕台已经是新闻常态。2025年9月3日，北京还举行了大规模阅兵，新式飞弹一字排开，全世界的镜头都在数，把军舰围国逼宫套在台海，画面感确实成立。这是第2种说法，在网络上声量最大，也最让台湾人心里发毛。台湾观众还有一种更在地的直觉，这座岛自己的龙。风水传统里，台湾有龙脉之说，中央山脉是龙骨，玉山是龙首。老一辈谈地动、谈国运，都会扯到龙脉翻身、龙醒了3个字传进台湾。有些人想到的不是对岸，是脚下。同一句话落在不同的土地上，长出不同的恐惧。第3层，泰国人自己的龙。这一层多数华人观众漏掉了 play， 是泰国人，他的宇宙观里水底的王者不是华人的龙，而是那迦大蛇神。在泰国与辽国的信仰里，那迦真实栖息在湄公河与深海，是佛陀的护法，管水，也管水带来的灾难。每年10月，湄公河上会出现那迦火球，河面无端冒出一颗一颗火光，数十万人聚在河边看，当地人相信那是蛇神在吐珠。一个泰国灵媒说水底的巨物醒了，在他自己的语境里，那可能不是比喻，是实质。泰国的皇家驳船，船首就是那迦昂起的头，寺庙的阶梯2侧趴着他的长身，屋檐的翘角是他上扬的尾巴。在那个国家，说水底的巨物醒了，等于说一位家喻户晓的神奇动了，分量跟华人听到龙醒了一样重。这是第3种说法。还有第4种对照，最讽刺的一种，军舰围国、逼宫夺位这8个字。1年之后回头看，
字面上最吻合的事件居然不在亚洲。这一条先卖个关子，留到对账那一段再摊开。也有人把龙读成俄罗斯，读成北韩，甚至读成整个醒过来的军工体系。解读有多少种，人心的恐惧就有多少种。预言像一面镜子，照出的往往不是未来，是照镜子的人。4层拆完，回到方法论，判读这类意象唯一公平的做法是把所有版本并排放好，让时间自己挑。地质的龙，国家的龙，蛇神的龙，镜子里的龙。2025年那个夏天，4条龙都有人压住。1年之后，哪一条真的抬了头？等一下对账的时候见分晓。拆完龙，回头看看说这些话的人到底什么来历。港媒起底过他的背景，第一个关键词出乎所有人意料，高学历。报道说他在2017年拿到博士学位，白天是受过完整现代教育的专业人士，不是深山里的巫婆。但照他在访谈里的自述，他的另一面从小就开始了。他自小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家人带他求医问卜都没有用。照他的说法，小时候的他分不清人与非人，教室里多出来的同学，床尾站住的影子，对他是日常。这种童年在灵媒的自述里很常见，难的是后面的路。多数有同样说法的人被当成怪胎，他却一路念完高等学位，把2个世界都走通了。到了青少年时期更进一步，他说他开始能与阎罗王对话。注意，这是他的自述，照访谈转述，信不信由你。他口中的阎罗王在泰国佛教里叫帕雅阎，冥界的审判官，手上翻的是每个灵魂的生死账本。他说自己看得到一个人寿数的长短，也看得到灾难的形状。他与阎罗王的对话不只停在身世故事。2026年年初，台湾的新闻媒体也注意到他，报道他转述阎罗王的话，对2026年的全球局势提出新的警示。流传的内容里，真正需要避开的国家有4个，时间集中在年中，尤其是5月到7月，换句话说，就是现在。这段转述查得到台湾媒体的社群贴文，时间在事前，这一点必须记下。至于内容怎么验证，只能交给正在发生的下半年。一个活人替阴间的审判官向阳间转化，这个画面在华人的宗教想象里其实一点都不陌生。走无常、观落阴、机身降价都是同一个结构，差别只在它的版本有直播、有翻译、有100万观看。更戏剧性的是他的抗拒。照访谈转述，他曾经想关掉这个能力，想当一个正常人，结果身体垮掉，一度病重，住进 ICU， 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圈，直到他接受了这个角色，身体才慢慢好转。这种拒绝天命就生病的叙事，在世界各地的灵媒传统里几乎是标准剧本。西伯利亚的萨满、韩国的巫堂、台湾的机身都有一模一样的桥段。人类学甚至有个专有名词叫巫病，它的版本完全符合这个模板。这不代表真假，只代表它的故事长在一个非常古老的叙事骨架上。他的工作方式也和一般命理师不同。照访谈与港媒的描述，他不排八字，不看塔罗。他说讯息是直接来的，像画面，像声音，有时候是梦。他形容自己看到灾难的时候，像站在现场，海水的方向，倒塌的角度，人群逃跑的路线都清楚。也因此，他的预言常常带着具体的细节、数字、方位、月份。这种具体是他跟其他大方向式预言家最大的差别，也是他最危险的地方。讲得越具体，就越容易被打脸。而他到目前为止敢一直讲。还有一点让他跟贩卖灾难财的人不太一样，照港媒转述，他多次公开说希望自己是错的。预言空难的时候，他补了一句希望只是我发梦。这句话后来直接变成港媒的标题。一个预言家公开盼望自己失准，这个姿态你可以读成真诚，也可以读成聪明。中了是神准，错了是慈悲。怎么读同样留给你。还有马航 MH370 2014年3月8日载入239人的班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在雷达上消失，成为航空史上最大的悬案。流传的说法是
他当年就对飞机的下落给过方向，指向海里。港媒在介绍他的背景时，把遇事马航370下落直接写进了标题。这一笔同样查不到完整原文，属于流传版本中的记录，先挂在账上。然后就是标题那件事，作奸、轮回、树精。照访谈流传的转述，他提到一类人，官非不断，一次又一次入狱，出来没多久又进去，一辈子像被判了无形的无期徒刑。他说，把这种人的因果往前世追，有些个案追到最后是一棵树，前世砍倒了有灵栖息的老树，毁了树精的家，那股怨跟着灵魂走，一世接一世讨，讨的方式很特别，不取命，取自由。你想想，树是什么？树是被钉在土里的活物，一辈子一动不能动，于是砍树的人就被关进牢里，一动不能动，以牢还树，以困还困。这是流传的转述版本，我们无法确认每一个字都出自他口中，但请先记住这个说法的骨架。等一下讲到泰国的信仰土壤，你会发现它不是凭空编出来的怪谈。流传版本里这套因果还有后半段，怨结不是死局，想解要回到树面前，找到同一种树，供养、还愿、替树披布，甚至出钱种回一片林，用功德去平那笔账。这些说法同样无法查证出处，听起来却极其泰国，因为他把惩罚与救赎都放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里。华人的因果讲欠债还钱，泰国的因果讲欠树还树。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咀嚼，在这套叙事里，树精不是恶灵，他是受害者，他不害无辜的人，他只追着那个动了他家的灵魂，一世一世准时出现，像一个永不撤案的原告。这比任何恐怖片都冷，因为他讲的不是鬼，是账。现在打开第一本账，他过去的命中记录。第一笔，疫情。港媒反复引用的说法是2019年他公开讲过，将出现一种改变人类面孔的病，所有人都要把脸遮起来，影响持续好几年。几个月之后，2020年口罩盖住了全人类的脸，一盖3年。如果报道属实，这一笔的提前量与具体度在预言圈都是罕见的等级。当然，质疑的人会问，原始影片在哪里？公平地说，这笔记录主要靠港泰媒体的回溯报道支撑，流通的片段画质粗糙、剪接零碎，回溯性的命中永远比及时的命中多一层必须打的折扣，这个折扣也记在账上。第二笔，缅甸地震。2025年3月28日，缅甸中部规模 7.7 强震，震央在曼德勒附近，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超过3600人，连1000公里外的曼谷都在摇，一栋兴建中的高楼当场崩塌。港媒报道一致指出，他在地震发生前曾公开示警，这一笔是他被冠上神级2个字的直接原因，也是潘少聪愿意专程飞一趟泰国的原因。顺带记一笔时代背景，2025年本来就是航空的多事之年。6月12日，印度航空一架波音787在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与地面总计260人罹难，是近年最惨重的空难之一。整个亚洲的飞行焦虑在那个夏天被推到顶点。预言家的空难警告就是在这种集体情绪上发酵的。这不是说他蹭热度，而是提醒你一个规律，预言的传播力永远跟时代的焦虑成正比。第三笔，空难警告。2025年年底，他警告2026年恐有严重空难，先点名代号 HJT 的3个地区，后来更新成 JPTI 4个地区，劝人2026年上半年不要去，甚至公开呼吁航空公司把飞机维修做好。后来有网民拿国际新闻去对照，宣称有批中，但这一笔查证上必须列为存疑。字母代号能套的国家太多，时间窗又拉得很宽，这是典型的留给事后对号入座的空间。第四笔，反面账也要老实记。预言圈有一个通病，叫记中不记错，命中的被剪成短，影片疯传，落空的没有人回头提。他历年的预言里同样有模糊带过、无从验证的段落，把他的记录冷静摊开，一半是有日期、有事件报道在先的应命中，另一半是代号模糊，
时间宽松，靠事后解读补完的软命中。这里也替他说一句公道话，预言这一行规则本来就对预言者不利，讲模糊被骂江湖术士，讲具体一次失准就万箭穿心。他选了最难的那条路，具体的数字，具体的月份，具体的地区，这条路上到目前为止他还站着，光是这一点就足够让他跟大多数同行分开。把账翻到这里，先泼一盆冷水，这也是查证该做的事。环太平洋地震带每一年都有规模7以上的地震，平均10几次。说7月之后海会不一样，从几率上讲几乎立于不败之地。点名印尼、菲律宾，这2国本来就是天灾最频繁的国家，雨季年年淹水，火山年年喷发，这叫基本盘效应。射箭先射在靶最多的地方，再加上人类的记忆偏好，中了的截图疯传，错了的没人回顾，一来一往，神准的形象就滚雪球。这些机制全部真实存在，全部可以解释它的一部分记录，但只有一部分。2019年的口罩，缅甸的事前示警，这2笔用几率牌不好打发，这正是他让铁齿的人也睡不安稳的原因。这条线拉直了，我们才有资格翻下一本账，7月之后的世界。第二本账从2025年7月翻起，对账的规则先说清楚，只对3种格子。他本人说过，有报道在先的，流传版本广泛存在，传播时间在事件之前的，以及事件本身有明确日期可以复核的3种以外的。不对，因为那是拿着答案回头找题目。第一格，日本7月5日，那个被漫画预言笼罩的日子平安过去了，海底没有裂开，3倍高的海啸没有来，大灾难落空。这必须明确记下当时预言圈最响亮的那个日期。错了，但恐慌是真的。那个夏天，香港飞日本的定位明显下滑，有航空公司宣布减班，日本地方观光单位急得跳脚，气象厅长官出面灭火，说以现在的科学无法预知地震的具体日期。可是地质的仗还没完，鹿儿岛外海的土嘎喇群岛从6月底开始群震，有感地震累计超过1000次，小岛居民被安排撤离。然后7月30日，勘察加半岛外海规模 8.8， 本世纪最强地震之一，全太平洋拉响海啸警报，日本沿岸超过100万人收到避难指示，海啸实测超过1公尺。7月5日的日本大地震没有来，但7月之后海会不一样。这句话回头看留下了一道模糊的余震。他点名的3个海岛国家呢？菲律宾在7月连环风雨成灾，马尼拉泡在水里。印尼的火山在那个夏天多次大喷发，火山灰冲上天际，说全中太宽，说全错也不诚实。至于所罗门群岛，查不到那个夏天有登上国际版面的重大灾情，这一笔先记在落空栏。3个点名，2个有事，1个没事，这就是预言对仗的真实样貌。从来不是全雷打，也很少全落空，永远停在中间那个暧昧地带，留给信的人继续信，留给不信的人继续摇头。把地质这条线单独拉出来看，2025年下半年环太平洋确实不安分。勘察加规模 8.8 之后，余震持续数月，规模7以上的余震一个接一个。如果把龙读成海底的断层带，那么醒了2个字在那个夏天之后，至少在地图的东北角是成立的。但同样要注明，以地震学的尺度，活跃期与平静期本来就交替出现，这是地球自己的呼吸节奏，不需要任何预言来启动。还有一笔回到他自己的国家，他说过泰国的水。2025年11月底，泰国南部下了几十年未见的暴雨，河岸整座城市泡进水里，市区水深淹到2楼，受灾人数以100万计，死亡人数破百。泰国军方连航空母舰都出动，搭载直升机南下救灾。曼谷虽然逃过那一轮，但泰国会被水追着打。这个方向在他说完的半年内兑现在南部。这一格账本上可以记一笔，但要加注泰国年年有水患，命中方向容易，命中程度难，而和爱那场水程度确实超出了年年的等级。第2格，亚洲灾难，就在2025年7月24日，整整1年前的今天，
泰国与柬埔寨的边境，炮声响了。两军在古庙周边交火5天，战机升空，火箭炮落进民宅与加油站，数十人死亡，超过20万人连夜撤离家园。到7月28日才在国际斡旋下达成停火。注意这个对位，预言者自己的国家卷入了7月之后亚洲的第一场战火。流传版本里那个 T 国暑假有灾的 T， 事后看指向了他的母国，而泰国政坛同步塌方。7月1日，总理贝东塔因为一通与柬埔寨强人洪森的外泄电话录音，被宪法法院停职。8月29日正式解职下台。没有军舰，但王座确实被围，位子确实被逼着让了出来。有人说这是逼宫2字，在他母国先兑现了一次。这场战火后来停停打打，10月底在国际见证下签了和平协议，年底又因为地雷事件再度紧绷。亚洲灾难这4个字在2025年下半年的中南半岛不是预言，是新闻跑马灯。第3格，军舰围国，这一格最戏剧化。2025年8月起，美国把军舰一艘接一艘开进加勒比海，驱逐舰、两栖舰、核潜舰，之后连最大的航母打击群都压到委内瑞拉外海，对海上船只连番动武，公开对马杜洛政权喊话，要他交出权力，打击往陆地延伸的选项被公开摆上台面。委内瑞拉全国进入备战状态，国际媒体用的词就是围。军舰围国，逼宫夺位，8个字接近字面兑现，只是地点不在亚洲，在南美洲。这一格有2种读法，你可以说他讲中了剧本，讲错了舞台，也可以说是我们拿着8个字满世界寻找对得上的剧场。2种读法都成立，而诚实的对仗必须把2种都摆上桌。还有一个时间细节值得放大，流传版本里他讲的是7月之后，而军舰南下加勒比海的时间是8月。如果把7月之后当成一个窗口的起点，这个对位确实落在窗口里。当然，你也可以说7月之后包含了未来所有的时间，这种话永远不会错。2种读法再一次都成立。第4格，亚洲的海。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的台海发言，引爆中日之间数十年罕见的对峙。北京暂停日本水产进口，发布赴日提醒，军机航迹与海上执法船的对峙变成每天的新闻。北京发布公民暂勿前往日本的提醒，航空公司成批取消航班，东京的商圈少了整团的旅客。几十年来，中日之间的温度计很少掉得这么快，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一年比一年密。龙醒了的第2种解读，中国之龙在那个秋冬之后越来越不像比喻。至于他点名的2026年上半年空难警告，网络上照例有人拿新闻对照喊中，也有人打脸落空。这支影片查不到能一锤定音的对应事件，这一格诚实的留在存疑栏。4格对完，有的格子填上了，有的空着，有的填在了意想不到的大陆。这就是这场访谈1年之后的成绩单，不是全中，也绝不是全错，刚好卡在让人睡不着的位置。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等级的预言家总是出在泰国？先从他的名字说起，泰语里他名字前面那个 more 是医师，师傅的意思。泰国人管算命师叫魔度，直译是看的医生，把命运当成一种可以望闻问切的病。在那个社会，占卜不是边缘行业，是日常的基础设施。正要出行要看日子，公司开张要请高僧洒水，重大工程动土都有择日的讲究。曼谷街头每一栋大楼前面都立着精致的小神屋，供的是这块土地原本的灵，四面佛的香火昼夜不断，计程车的仪表板上挂满佛牌。在泰国，看不见的世界从来不是迷信2个字能打发的，它是社会运作的一部分。预言与权力的纠缠，在泰国有很长的家谱。曼谷王朝的宫廷里，历来设有皇家占星师，登基、迁都、开战都要问星象。近代每一次政局动荡，占星师与高僧的名字都会出现在报纸上，政变的日期、就职的时辰，坊间永远流传着择吉的传闻，真假难考。但这些传闻本身就说明了占卜在那个社会的位置
他不在江湖，他在庙堂。华人圈对泰国寓言的信任也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的。老一辈的香港观众都记得一个名字，白龙王。从1990年代起，香港演艺圈大批艺人、富商年年包车南下泰国，排队只求见他一面，听一句指点，片约该不该接，婚事成不成，一句话定夺。白龙王2013年过世之后，这条香港往泰国问前程的路线沉寂了10年，直到 Play 出现，路线重新接通。潘少聪飞曼谷那一趟走的其实是香港人走了30年的老路。泰国一直是华人世界的灵异后花园，台湾人自己也早就在这条路线上。曼谷四面佛前永远有台湾口音的还愿团，演艺圈拜四面佛还愿的新闻隔几年就上一次版面。泰国佛牌店开进台北的巷弄，收藏社团里一尊名牌的价格可以喊到6位数。对台湾观众来说，泰国的神秘学不是异国猎奇，是行之有年的信仰选项。所以当一个泰国灵媒开口谈亚洲的局势，台湾人听进去的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快。再看树，泰国的大树上常年缠着5颜6色的布条，那不是装饰。泰国人相信老树有灵，树龄越大灵越强。最有名的一位叫南塔金，栖在塔金树里的女性树精，全泰国都有供奉她的神龛，信众拿裙子、化妆品、汽水去还愿。更关键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传统，树木剃度，僧侣为百年老树披上橘黄色袈裟，诵经加持，从此那棵树等同出家人，砍它等同伤害僧侣，是重罪。泰国的环保僧侣真的用这一招挡下过一片又一片森林的砍伐。现在回头看他说的那套因果，砍树得罪树精，换来一世一世的牢狱，你会发现这不是他个人的奇谈。树失去了自由，人就用自由来偿。在泰国的宇宙观里，这是严丝合缝的等价交换。他只是把整个民族相信了几百年的因果第一次讲给了华人听。这种信仰不是挂在墙上的装饰，它每天都在生活里运转。泰国人向老树求名牌，乐透开奖之前，树干被摸出一块一块发亮的痕迹。佛牌市场一年流转的金额以10亿计，计程车司机能为你细数每一尊龙婆的来历。政局动荡的时候，高层看日子问吉凶的传闻从来没有断过。在这样的国家，一个能与阎罗王对话的博士不是矛盾的组合，是完全合理的存在。阎罗王也一样。帕雅言在泰国佛寺的壁画里端坐冥界公堂，翻住生死簿，一边是天堂的阶梯，一边是地狱的油锅。泰国孩子从小在寺庙壁画下长大，对这位审判官熟悉的像邻居。一个泰国灵媒说自己与阎罗王对话，在华人听来惊悚，在泰国语境里是传统的延伸。Play 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异类，它是一整套上千年的信仰体系，在社群媒体时代长出的最新界面。还有一层很少人讲，泰国的灵媒文化跟它的佛教结构有关。上座部，佛教管修行与来世，日常的吉凶祸福交给另一套系统，精灵、亡魂、地脉、星象，两套系统并行不悖。寺庙隔壁就是神坛，僧侣与灵媒各管各的业务。这种分工让泰国的通灵行业有一种奇特的正当性，它不跟宗教打架，它是宗教的周边。一个人能同时拥有博士学位、佛教信仰与通灵身份，这3张名片放在同一个皮夹里，在泰国没有任何违和。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一句话能同时穿透曼谷的寺庙、香港的直播间与台北的手机荧幕。把2本账合上，可以查证的是专访存在，报道在先，缅甸地震的日期、规模、死亡人数都是硬事实。7月5日的日本大灾难落空，7月30日的规模 8.8 与全太平洋海啸警报真实发生。泰柬边境的战火，泰国总理的下台，南部的世纪洪水，加勒比海的军舰，东亚的对峙，全部有据可查。不能查证的是，龙究竟是哪条龙？军舰围住的是不是他眼中看到的那一国？日本伤亡数字的原话，还有树精与牢狱之间那条完整的因果链。预言的归预言，事实的归事实。
这两叠纸永远要分开放，但也永远会被放在同一张桌上，互相对照。这是面对预言唯一健康的姿势，也是这支影片从头到尾唯一的立场。至于树精与作奸的那本账，它永远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可查证的报告里，它属于另一种记录，一种用香火、袈裟与布条写成的记录。你可以不信，但下一次走进泰国的森林，看到一棵缠满布条的老树，你大概还是会绕着走。而他的话还没有讲完，照港媒转述，他对2026年的判词更重，火马年比2025年更凶，火、水、地震、战争会叠在一起来。他提到一种新的病，提到看不见的生物战，甚至说这一切动荡可能一路延续到2030年。他给普通人的建议冷得发抖，能拿在手里的实体黄金比什么都可靠。现在是2026年7月，他口中更凶的一年刚刚走到一半，上半年的账有人说对上了，有人说牵强，下半年的格子还空着，而预言的市场不会等待。他的每一段新访谈发布几小时内就被剪成中文字幕版，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原话与流传版本的缝隙还在继续扩大。也许明年的这个时候又会有另一支影片拿着新的8个字回头对今天的账。这个循环不会停，因为恐惧需要出口，而未知需要一个名字。对台湾观众来说，这场对账还有一层切身的重量。龙的第二种解读，维的第二种对象，都指向我们脚下这座岛。预言可以不信，但军舰的航迹是雷达上的实线，军演的范围是坐标上的实况。把预言当剧本的人会恐慌，把预言当闹钟的人会检查自己的准备。同一句话，2种听法，差别只在听的人。说到底，人类为什么要听预言？因为未来太安静了，它不提前打招呼，不寄通知书，天灾的前一天往往是最普通的一天。预言填补的就是这种安静，它给了未来一个声音，哪怕那个声音可能是错的。从希腊的神谕到玛雅的历法，到湄南河边的灵媒，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件事。差别只是，以前的预言刻在石头上，100年传1里路，现在的预言挂在演算法上，1个晚上传遍半个地球。预言没有变强，是扩音器变大了。1年前，他在镜头前闭上眼睛；1年后，我们在荧幕前翻完账本，缅甸的瓦砾清完了，河岸的水退了，边境的炮口暂时安静，加勒比海的军舰还停在原地，而他的下一段预言已经在剪辑的路上。龙醒了之后，是翻身还是入海？海底那个被惊动的东西是安静了，还是在等下一次试验的声呐？被军舰围住的国家会不会换一个？他转述的那4个年中要避开的国家名单会不会在下半年被摊开验证？没有人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下一次曼谷那间工作室里的女人再闭上眼睛，再说出一句话的时候，整个华人圈还是会安静下来听，包括此刻看完这本账的你。而时间不会停笔，它会继续一格一格把账记完。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许多西方先知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从几百年前到当下，一些著名的先知们都曾暗示中国将发生的大事件会震撼世界，甚至中国本身将成为全球预言的中心。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的细节，不禁要问，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某种力量，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预言家都再次点名中国？还是说，这一切只是巧合？让我们从头说起，抽丝剥茧，一起探索这跨越时空的谜团。故事要从400多年前说起。法国的诺查丹马斯 Michel de Nostradamus 是西方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预言家之一。他在公元1555年出版的《诸世纪》中，以4行诗的隐晦形式预言未来。后人惊奇地发现，他的许多预言诗对应了后世的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崛起、希特勒之战，甚至2次大战的爆发与结局，都似乎被他言中。因此，诺查丹马斯留下的预言一直广受研究与讨论。然而，与中国相关的线索更加神秘。一直到1994年，
人们才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堆中意外发现一部署名诺查丹马斯的手稿，里面不是文字预言，而是80幅奇异的水彩画。据说这是诺查丹马斯晚年绘制的预言画稿，画中布满象征符号、字母、火烛、星辰，乍看云山雾罩，但其中有几幅画令研究者背脊发凉，因为它们似乎直接对应当代中国的场景。其中一幅画描绘士兵手持利刃砍杀僧侣，士兵身穿绿色军装，而倒下的僧侣象征着信仰和修行者。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绿色军装几乎是现代只有中共军队才普遍采用的颜色。这幅图让人联想到中国近代发生的宗教与精神信仰迫害事件，例如对佛教僧侣、西藏高僧，乃至1999年后对法轮功这类气功团体的镇压。诺查丹马斯画笔下的士兵砍僧场景，仿佛在预示中国发生过的那场信仰浩劫，令人不寒而栗。更震撼的是另一幅画，一条东方巨龙，龙身呈绿色，头却是人头，正被熊熊烈火焚烧。在巨龙背后，依稀可见一座东方式建筑物的轮廓，有人辨认出酷似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形象。西方文化中的龙往往是西方龙有翅膀、喷火的怪兽，但诺查丹马斯特地画出东方式的长龙，这条龙身披绿色鳞片，令人联想到中共的代表色，头颅似乎象征着某位掌权者，火焰将东方恶龙吞噬殆尽。画面上的隐喻不言自明，天火烧龙，亡者伏诛。换句话说，就是天灭中共。这幅画被解读为预言，在未来某个时刻，统治中国的共产政权将遭天谴灭亡，犹如人头恶龙被烈火烧毁一样。试想一下，这些画作如果真是诺查丹马斯所绘，那意味着在距今400多年前，一位法国先知已经看见了21世纪中国发生的事件，包括共产集权对信仰的镇压，以及最终这条红色恶龙的覆灭。这让西方许多预言研究者惊呼不已，难道中国的命运早就写在历史的笔墨中？更离奇的是，诺查丹马斯在诗集中对东方还有一些文字预言。我们知道他经常以隐喻方式描述人物和国家，例如称拿破仑为来自科西嘉的帝王，称希特勒为西斯特 Hister 等。而在多篇预言诗里，他提到东方出现一位非同寻常的人，其中一首诗写道，一位东方人将离开他的家乡，穿越天空、海洋和冰雪，用他的权杖唤醒世人。另一首提到，东方的贤者将带来全世界的改变。许多解读者认为，诺查丹马斯暗示在历史的今天，也就是21世纪之交，会有一位来自东方的伟大人物出现，给世界带来思想或精神上的觉醒。这让人不禁联想，会是谁呢？是某位东方的精神领袖，亦或引领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诺查丹马斯没有指名道姓，但东方圣人的意象一直引人遐想。除了人物和图像之外，诺查丹马斯对当今时局的预警可能还包括战争。有研究者把他的预言诗与年份对照，发现他在某些诗句中提到了7个月的大战争和7艘船的海战等等。有人将这解读为2026年前后，东亚海域可能爆发一场持续7个月的激烈冲突，甚至涉及多方舰队的海上对峙。巧合的是，如今台海与南海局势紧张，各国军舰在亚洲海域你来我往。如果未来真有7方势力、7艘战船在此交锋，那和诺查丹马斯诗中描述的场景何其相似。另一段广为人知的诗提到东风将席卷西方，许多人认为这预示东方势力可能指亚洲或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的重大影响。当我们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一幅图景浮现。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有先知预见了一条巨龙，象征中国政权兴起于东方，并最终陨落，还预见东方的力量和人物将深刻改变世界的走向。从诺查丹马斯所处的16世纪跨越到20世纪，在西方出现了另一位被誉为先知的人物，艾德加·凯西 Edgar Cayce。 他被称为沉睡的预言家，因为他常常在自我催眠的沉睡状态下为人解答未来，据称一生留下了1万多条预言记录。凯西的许多预测后来都得到验证，他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经济大萧条、印度独立、以色列建国，甚至预言了苏联会在几十年后放弃共产主义等等。在众多预言中，
关于中国的预言最让后人玩味，因为内容实在令人意想不到。凯西早在1920年代就提到了中国的未来，在1925年1月的一次阅读预言解读中，他主动说出一段让在场者莫名其妙的话：中国将有非常特殊的日子，他会通过缓慢的成长来保存自己，有一天他将醒来，剪掉辫子，开始思考并实践。要知道1925年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中，剪掉辫子象征摆脱清朝传统，走向现代化。凯西仿佛在形容中国正在酝酿一次觉醒，而更惊人的是，他接着预言，有一天，中国那里将成为孕育新基督教的摇篮，并将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是的，对人而言那是遥远的，但对神而言很快很快，中国将醒来。这段话让当时的西方听众大为震撼又困惑，中国成为基督教的摇篮，这怎么可能？因为基督教发源于中东，西方盛行了上千年，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何况在20世纪初，中国的基督徒寥寥可数，整体国力衰弱，凭什么成为世界精神信仰的中心呢？如今回头看，凯西所言或许并非字面意思的基督教传到中国，而是指一种类似基督精神的觉醒和新文明将在中国诞生，影响全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凯西限于当时的语言体系，只能用基督教来比喻未来出现在中国的伟大信仰运动或精神理念。他强调对神而言很快，似乎预示在上帝眼中，不出几天，象征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苏醒。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上百年确实不算长。我们不妨联想到现实，中国确实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崛起，被视为沉睡的狮子苏醒。这是否对应了凯西预言中中国将缓慢成长并保存自己，然后醒来的一段？而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自90年代以来也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潮和团体。例如1992年起源于中国的气功修炼法轮功，一度吸引上亿人修习，其核心理念强调真、善、忍的道德提升，这颇有宗教复兴的意味。还有地下家庭教会的兴旺，数千万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徒的人数甚至接近西方大国。可以说，在物质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精神追求也在暗流涌动。有人把这解读为对凯西预言的印证，中国正在孕育属于自己的灵性觉醒。这种觉醒一旦成熟，将对全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犹如当年的基督信仰改变西方一样。除了长远的精神预言，凯西对中国短期的命运也有惊人之语。在1927年的一次预言中，他提到一些非常的事件正发生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一些来自外星的力量正在干预并已得势了。这段话当时的人更加听不懂，外星力量、中国、日本。6年后，历史给出了部分答案。1931年至1937年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东亚经历了腥风血雨。如果把外星力量理解为超越寻常人性的邪恶势力，那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确实如同魔鬼附体。而凯西预先感知到东亚浩劫的来临，无疑再度证明了他预言能力的不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预言侵华时用的是非常的事件，外星入侵这种词汇，仿佛暗示这场浩劫不仅仅是人间权力之争，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因果与超自然黑暗。在预言的语境里，中日之战是人类意识与罪业的一场了断，这又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共政权对内镇压、对外扩张所引发的国际担忧。许多人觉得其中夹杂着一种邪恶意识形态的扩散。难道凯西早早就看见了东方巨龙背后潜藏的阴影？更耐人寻味的是，凯西在二战结束前预言了苏联会摒弃共产主义。他说俄国有一天将摆脱无神论的桎梏，成为希望之地。几十年后，苏联果然解体，俄罗斯放弃了共产集权体制。这预言的实现令世人叹服。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凯西预见了俄国的转变，他有否暗示中国的一党集权也会走向终结？虽然他没有明言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但前面提到他对中国觉醒和精神复兴的描述，可能隐含着同样的逻辑。中国终将甩开禁锢，进入全新的境界，或许包括政治自由、社会开放、
从而真正以文明古国的底蕴引领世界。这样的中国一旦出现，必将震动全球，与凯西所说的摇篮预言相呼应。20世纪中后期，预言界另一颗明星是保加利亚的盲人灵媒巴巴万加巴巴旺嘎，绰号盲眼龙婆。他因曾成功预言一系列大事而闻名，包括苏联解体、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911恐怖攻击等，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诺查丹马斯。在他留下的未来预言中，也有多处涉及中国，使得世人不得不注意。首先，巴巴万加早在上世纪就预言中国将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他曾断言，在2018年左右，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领袖，这一点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事实上，到2018年前后，中国虽未全面超越美国，但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2，许多领域如制造业、贸易等方面都达到全球第1的地位。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也飞速提升，国际影响力日增。可以说，巴巴万加的这条预言在时间节点和大趋势上相当切合。过去几年，世界见证了所谓中国时代的到来，许多人惊叹于中国的飞跃式发展，这仿佛正是他眼中东方巨龙称霸的开始。然而，万加对中国的预言并非只有光鲜的崛起，还有伴随而来的巨大动荡，特别是对未来几年的描述更是令人心惊。他警告说，在2026年，和平将被打破，世界将陷入混乱。根据外界整理他的预言内容，2026年将出现3重灾难夹击，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危机加剧，人工智慧带来的影响，共同动摇人类社会。而在地缘政治方面，他最骇人听闻的预言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火种将在2026年点燃。万加指出，这场大规模冲突将涉及世界主要强国，战火将从东方开始，然后蔓延到西方各州，引发长期的全球紧张与动荡。听起来，这几乎就是在形容世界大战。那么，东方哪里会点燃战火呢？根据一些转述，万加点名中国，称中国将并吞台湾，导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爆发直接对抗。简而言之，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成为导火索，把美俄2大核武强国都卷入冲突，从而升级为第3次世界大战。这段预言如果对照当今局势，令人不寒而栗。台海冲突确实是现今最有可能引爆大国对抗的火药桶之一。万加在20多年前就预见了这点，难怪随着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台海风云诡谲，他的预言又被翻出来，引发全球媒体讨论。除了战争，巴巴万加还预言2026年将伴随重大天灾和科技引发的挑战。他提到地球可能遭遇连串自然灾害，强震、火山、洪水、海啸此起彼伏，极端气候肆虐，全球约 8% 的地区会受双重灾害打击。同时，他说人工智慧 AI 的崛起将在2026年达到关键点，人类社会可能被 AI 全面渗透，甚至开始质疑如何摆脱智慧机器的控制。在预言中，这一年仿佛是人类面临多重考验的关键转折点。更离奇的是，万加似乎还提到外星人将于2026年现身。他说人类会在那年11月与来自宇宙的智慧生物有首次接触，一艘大型太空船将降临地球。这听起来几乎像科幻情节，但也凸显出他眼中的2026年有多不平凡。天上地下，各种不可思议的事都可能发生。当然，关于外星接触的说法，大多数人持保留态度，但战争和灾难的预警却不能不令人担心。试想，如果2026年真如万加所言，台海爆发战端，美俄卷入对抗世界强权撕裂战火，那将是2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中国作为其中的主角，无疑成了左右全球命运的关键，而中国大事件将震动世界这句话也会以最残酷的方式应验。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万加曾准确预言2022年的极端气候，当年英国等地爆发大洪水以及其他年份的事件，他的部分预言命中率相当高。如果他对2026年的预见也是真知灼见，那么我们正处在风暴前夜。值得一提的是，万加还曾预言俄罗斯在2026年出现新的强人领袖，并称这位领袖将被冠以大师或世界领袖的头衔，在该年崛起后掌握主导权。这耐人寻味，如果把他和中美冲突联系，
是否意味俄罗斯会在某种关键时刻改变立场或出现内部变局？毕竟，目前俄罗斯与中国走近，但未来若领袖更替，也可能影响中俄美之间的角力平衡。万家的这些片段预言仿佛一块块拼图，组合起来就是一幅世界巨变、东西对峙的图景，而中国是这图景的引爆点之一。以上我们谈到的诺查丹马斯、凯西、88万家，年代各不相同，但都有意无意地点明了中国。而更有意思的是，当代还有一些西方预言家和灵媒，直接把中国作为预言的主角，仿佛历史在呼应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现在我们就看看近年来几个引人关注的西方预言如何刻画中国即将发生的大事。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英国的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通常简称为帕克。这位英国预言家因为成功预测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川普当选而走红。他近年频繁在自己的节目和访谈中谈及中国，甚至可以说帕克的未来图景里，中国是最关键的变数之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外的军事冲突，二是对内的政权变革，两者相互交织。帕克在2024年初曾公开表示，他在灵视中看到了台湾附近将有刀光剑影。他具体描述，在台湾周边一些有争议的小岛上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感觉有人拔出了刀剑，好像中共夺取了你们的一个岛屿。这暗示大陆可能对台湾外围的小岛，例如金门、马祖或南海岛礁，动手发生局部军事冲突。他强调自己不认为中共能征服台湾，但某种军事行动在所难免。帕克推测，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一场意外。他以前曾预言过可能有飞机撞击事件或者潜艇相撞等等。现在看来，台海上空和海域的中美中台军机军舰对峙频繁，一次走火误判就可能酿成严重冲突，这和他的预感不谋而合。我感觉其中一次会出事。当冲突出现时，帕克预见台湾新的领导人将态度强硬，坚定捍卫主权。同时，他看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介入，日本会在技术和情报上给予台湾大量协助，甚至与台湾共享先进的防空技术。澳洲则可能直接派出军舰进入相关海域支援。这些预测非常具体，也符合目前国际形势的走向。日本近年来积极强化对台合作，澳洲也越来越关注台海安全，并与英美组建 AUKUS 同盟。如果未来某天中国大陆与台湾爆发小规模战事，而日本、澳洲乃至美国卷入其中，那将印证帕克所言，也正是88万家口中的世界主要强国卷入的冲突。所幸帕克认为冲突未必演变成全面征服战争，中共可能只是在周边寻衅，但不管怎样，这足以把全球推到战争边缘。短暂的几周或几个月的军事交锋，都将严重冲击全球市场与安全格局。这难道不正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吗？不论胜负如何，光是中国和美日澳在西太平洋直接对抗，就会是二战后前所未见的剧烈变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更令人瞠目的是内部巨变部分。他直言不讳地多次预测，中国执政的共产政权将走向崩溃。在他的远见中，他看到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埋下政权不稳的种子。比如，中国近年房地产和债务风险积累，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引发社会不满。一旦物质生活不再增长，人们对统治者的容忍度就会降低。帕克感觉中国的统治基础相当脆弱，政府维持稳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持续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和民众物质生活改善。如果经济一旦陷入困境，人民对政权的态度可能急转直下。他预言，最终中国会分崩离析，解体成多个较小的国家或自治区。这种说法听起来石破天惊，因为当代中国在地图上是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泱泱大国，怎会突然分裂？但帕克描绘了一种可能的结局。当中央政权崩溃后，广大的中国版图上不同地区可能趁势取得自主。例如，他提到香港将再次获得自由，有望成为独立或高度自治的城市国家；西藏也将解放，脱离北京的控制；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或许出现类似情况。最终，中国本土将分裂为数个新兴政权，各自治理。
但他们之间可能组成一种类似欧盟的松散联盟，在民主基础上合作共处。帕克甚至引用了孙中山先生早年的一些理念，因为孙中山曾设想过建立中华合众国或邦联制，允许各省自治联邦。这或许就是帕克认为中国未来会走的路，先是统治崩解，继而在新的民主原则下重组。试想，一个统治中国大陆超过70年的政治体制土崩瓦解，13亿以上人口的国家秩序被改写，这将对世界造成何等冲击？东亚地缘格局将彻底变样，全球经济链条瞬间断裂重组，各大国势力范围被重新划定。冷战结束时，苏联解体都已经造成巨大波澜，而中国的体量比苏联更大，与世界的联系更深。倘若真按帕克预言那样四分五裂，将是近代以来最震撼的地缘政治事件，完全称得上震动世界。帕克并未给出确切的年份，但在不同场合他暗示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他提醒要注意未来几年的经济动荡和权斗，可能在2025年前后出现关键转折。也有解读认为他所说的清算之年是指2026年，届时若中国陷入战事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政权可能走向冰川式崩塌，即表面僵硬稳固，内里却在断裂消融，终于在某个时刻轰然垮塌。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测，但帕克的话已经引起许多关注中国局势人士的讨论，这会不会是一个惊人的先见？除了帕克，还有其他西方的预言先知近年来对中国发出了惊人之语，例如英国的托米·阿拉约米 Tommy Arayomi， 一位自称得到神启示的先知型牧师，他在分享的信息中多次谈到中国，甚至直接以圣经意象来比拟。他曾问道，埃及的十灾是否要降临中国？他指出，在圣经故事中，埃及法老因奴役以色列人而遭上帝降下10场灾难惩罚，而如今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灾异，从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云南的异常虫害，到天空出现奇怪的云与光等等，这些都像极了十灾的现代翻版。鱼群离奇大规模死亡，漫天诡异白色昆虫飞舞，城市上空惊现血红色天空。这些近年中国各地报道出的奇事，被阿拉约米解读为上天在警示与惩戒。他认为中国近年的厄运并非偶然，而是对其统治者的警告，就如同古埃及法老不肯释放奴隶，上帝用灾祸迫使其低头一样。这种将中国近期的天灾异象宗教化的诠释颇具争议，但不得不说，在预言的语境下，他强调的依然是中国式末世剧情的关键。阿拉约米还曾分享他对台湾局势的预感，他说自己在异象中亲眼看到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计划，仿佛影片在眼前播放。他据此发出预言警告，台湾将面临最后的军事冲击。这与帕克、万家等人的预测不谋而合，不同的先知从不同角度都指向台海冲突这个未来可能的巨变点。当多个来自西方的独立预言渠道都不约而同聚焦于中国与台湾，我们不能不感到心惊。也许这真是一个正在酝酿的大劫难。值得注意的是，阿拉约米和其他一些西方宗教预言家经常引用圣经启示录来解析现今局势，其中一个经典意象就是大红龙。启示录第12章描述末世出现一条大红色的龙，肆虐一时，最后被天使击败。许多基督教思想家将这红龙比喻为邪恶政权或撒旦势力的象征，而近代以来，不少人直接把红龙影射到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常用红色旗帜，尤其中国的执政党徽章中就有一条红龙形象，且中国古文化里皇权也以龙为象征。于是，在某些预言诠释中，启示录的红龙就被看作是红色中国政权的象征，其最终命运是被天降之力所毁灭。这个解读跟前面诺查丹马斯画稿中天火烧东方恶龙的含义何其相似，东西方不约而同画出了恶龙末日的图景，令人不胜唏嘘。此外，启示录第16章还提到末世之战，东方的众王将率领2亿大军横跨干涸的幼发拉底河，参与最后的大决战——哈米吉多顿之战。当这段经文在20世纪被重新审视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古往今来能动员2亿军队的，现实中似乎只有拥有14亿人口的现代中国。尤其在60年代，中国正式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的庞大武装。在对照圣经里来自东方的2亿军兵，很多圣经学者开始猜想，
难道启示录早已预见了东方将有一只空前绝后的雄狮？而那东方众王是不是指中国及其盟友在末日时参与全球战争的角色？如果这种解读成立，那么连2000年前的宗教经典都把中国或东方大国放在了结局时刻的核心位置。西方的信徒们读到这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现代的中国，因为他们相信那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剧目很可能会以中国势力的动向为引线。纵观上述种种，无论是古老的诺查丹马斯、近代的凯西与万家，还是当代的帕克与其他预言家，他们的视线最终都交汇在一个焦点：中国。几百年前的预言画像描绘了中国的巨变，几十年前的梦话呢喃预告了中国的觉醒，而眼下的种种神秘信息更是直截了当地谈论着中国的战争与变革。这些来自西方的声音，有的警示灾祸，有的展望希望，但都不约而同地在说，中国即将成为决定世界走向的中心。或许有人会质疑预言究竟能信多少？确实，上述内容有的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论，有的是捕风捉影的解读。然而也无法否认，这些预言中的许多细节与现实走势之吻合，超出了巧合的范畴，令人生出几分敬畏之心。假如预言真的灵验，那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而中国恰恰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心点。为什么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也许从现实分析，他们看到的是世界权力东移的趋势。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举足轻重，因此任何全球性事件都绕不开中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中国参与或引发的事件，往往就具有全球影响力。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拯救经济的重要引擎；又比如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从中国蔓延全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轨迹。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古代那样闭塞孤立的存在，而是深深融入全球化的体系里。因此预言家们聚焦中国，也许正是反映了这种国际现实。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预言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讲出了地缘现实的重要。然而许多先知预言中的中国角色并非只是普通的大国崛起那么简单，他们赋予中国某种宿命般的意义，要么是灾难的引爆点，要么是救赎的希望之源。在他们的叙事里，中国仿佛背负着全球的因果，将在关键时刻拨动历史天平。这种带有命运论色彩的观点，或许来自东西方长期文化积淀的奇妙共振。毕竟中国本身也有大量古代预言，从推背图、烧饼歌到刘伯温碑文，无不预示着朝代循环与末世浩劫。那些古老汉语写就的预言几乎都指向一个结局，在经历大动乱、大灾劫后，中国以及世界将迎来新的圣人出世，新的太平盛世。这与西方预言家口中的剧本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西方人用的是他们熟悉的意象，龙、兽、上帝等，中国人用的是自己的符号，天灭、圣人、太平。当两边的预言内容开始印证彼此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穿越文化的神秘力量，它在不同语言的预言中都指明了同一个方向。如今许多西方预言研究者也开始研读中国的预言典籍，因为他们意识到要解开未来的谜，也许中国的线索不可或缺。正是这种东西方预言的交汇，使得中国被推到了全球预言中心的位置。换句话说，全世界关注未来的人，如今无不在关注中国，期待从中找出印证预言的蛛丝马迹。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缥缈难测的预言？2026年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正走入那些预言描述的时间点。未来几年，也许正是验证预言真伪的关键期。倘若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国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局，无论是战争、政权更替，还是精神复兴，那我们这一代人将亲历历史巨变，见证预言成真。到那时，回头看这些先知的话语，或许只剩下叹服与钦羡。原来一切早有迹可循。然而，如果这些预言终究只是传说，中国没有迎来剧烈风暴，而是继续在复杂的挑战中前行，那么这些故事也至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稳定。预言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让我们保持警醒，
去思考如果最坏的结果可能发生，我们该怎么办，以及如果最好愿景能够实现，我们该如何努力。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一个中国的变数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方程。西方先知们再三提及中国，也让更多普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东方大国在全球舞台的角色。我们或许正在走向一个历史关口，在那里中国将扮演决定性的主角。当命运之轮转动时，预言中的场景也许会一一展开。台海局势是否如预警般恶化？北京政坛会否出现意料之外的巨变？14亿人民将经历怎样的考验与蜕变？而这些又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反思？让我们带着理性与谦卑，继续观察时局的演变，同时回想这些横跨数世纪的预言之声，也平添一份宏大的视角。我们终将迎来答案揭晓的那一天。也许届时回望，我们会说，原来如此，原来诺查丹马斯的龙真的燃烧了，原来凯西口中的中国觉醒真的到来了，原来万家警告的战火真的燃起又熄灭了，原来帕克看见的自由新生真的破土而出了。又或者我们将庆幸地说，虚惊一场，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我们用智慧与努力避开了最坏的命运。在这未定的将来，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你我都是历史剧本的书写者。我们虽渺小，但正如那些先知的启示所暗示的，人类并非全然受命运摆布。预言的意义在于提醒与选择。当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中国，我们期待见证的不仅是预言的实现，更是人类共同谱写新篇章的契机。无论风暴将至还是云开日出，中国这片土地正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期许与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的下一幕即将展开，而预言的回声也许就在耳畔回响。东方巨龙的命运将牵引世界的未来。一个在泰国，一个在英国，他们从来没有坐下来喝过一杯茶，说话的方式也天差地别。普莱靠的是他口中阎罗王的低语，帕克靠的是印度那些古老的贝叶经文，还有他自己反复做的梦。可奇怪的是，当我们把他们这半年说过的话一句一句摊开来，放在同一张桌子上比对，你会发现两条完全不同的线，最后竟然指向了同一片海，同一个路口，同一个年份。P 国和 V 国这两个名字被反复提起，被形容成整个亚洲此刻最危险的两个火药桶。台湾海峡的9月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人说那个看起来铁板一块的庞然大物可能会从3个地方开始悄悄地裂开一道缝。我知道听到这里你可能会皱眉头，预言这种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对吧？可是我想请你先别急着把这一切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话。你想想，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记住？普莱当年说中了什么？他说中了一种会改变人类面貌的病，说中了全世界的人都要戴上口罩，而且这病会折磨我们好多年。那个时候是2019年的年底，还没有任何人听过后来那场席卷全球的大疫情。他还说中了缅甸的那场大地震，连震央的位置，连曼谷的高楼会不会跟着摇晃，都说得清清楚楚。而帕克呢，他说中了英国女王的离世，也在那场大疫情爆发之前就隐隐约约地提过。我不是要你把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旨，我只是想说，当这样两个有过往记录的人在同一段时间里指向了同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至少值得停下来，认真听一听。而更重要的是，当这些预言撞上了现实里正在发生的事，那种严丝合缝的巧合，到底该让我们警惕些什么？因为说到底，普莱和帕克反复强调的，从来都不是要我们恐慌，而是要我们在风浪来之前，先把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所以今天这支影片的最后，我会把2026年下半年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放在心上的3件事，一件一件讲清楚。其中有一件关系到你口袋里的钱，关系到当某一天一切突然停摆时，你手上还剩下什么。请你一定要听到最后。先说普莱，他把2026年叫做火马年，也有人翻成赤马之年。在他的说法里，这一年的火元素强到反常。火代表什么？代表爆炸，代表冲突，代表那种一点就着，收都收不住的失控。
从年初一路看下来，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火字烧得有点准。3月的时候，中东好几座机场因为局势混乱被迫关闭，无人机的残骸落在跑道旁边，民航班机在天上盘旋，找不到地方降落。那一刻，很多人想起了普莱在去年年底就反复念叨的一句话：2026年会有一场非常可怕的空难。他甚至提醒过有小孩的家庭，上半年尽量避开几个特定的地方。一开始他只给了3个英文字母 HJT， 后来他又补充，把范围扩大到了4个 JPTI。 他说这是阎罗王直接给他的指示，比之前的警告都要严重。可他偏偏不肯把国家的名字直接说出来，只留下这几个孤零零的字母，让所有人自己去猜。天机不可泄露，他是这么解释的。普莱今年还说了一句让很多中立国家听了心里发沉的话。当有人问他全球的冲突会不会越演越烈，会不会滑向那场大家都不敢说出口的世界大战，他的回答很微妙。他说，如果美国内部先乱起来，那场大战反而可能被往后推迟。他提到，美国此刻好几个州都在闹，抗议的浪潮一波接一波，这些内部的动乱对其他国家来说，某种程度上竟然是好事，因为它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暂时压住了那个一触即发的引信。可他话锋一转，又很遗憾地说，战争终究是躲不掉的，就算美国内乱再严重，也只能把它拖延个3到5年，之后还是会一触即发。而作为中立方的国家，没有一个能真正置身事外。你听，这又和帕克那套内部危机外溢的逻辑隐隐扣在了一起。普莱对下半年的描绘还有几笔让人越听越心惊的细节。他说，天气会走向2个极端，一边是严重的干旱，一边是突如其来的暴雨和洪水，甚至连中东那些一向干燥的地方都可能被大水淹没。干旱和洪水在同一年里轮番上阵，这种极端到反常的天象本身就是一种不祥的信号。而他最让人议论纷纷的一个预言，连他自己都承认听起来太过惊世骇俗。他说，在下半年，那些一直隐藏在人类社会里的存在可能会慢慢的、公开的露出真面目。他甚至提到了一种像爬虫一样的族类。这个说法太过大胆，大胆到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我把它原原本本放在这里，信不信由你自己判断。可即便我们把这些最玄的部分先搁在一边，它关于病、关于水、关于粮食的那几条警告，却是每一条都踩在了现实的痛处上。于是全世界都在猜这几个字母 J， 有人说是日本，有人说是牙买加。 I， 有人指向以色列，指向伊朗，指向那片正在烧的中东。而最让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心里发紧的是那个 T 和那个 PT。 很多人第一个念头就是台湾， P 选项就更多了，巴基斯坦、巴勒斯坦，还有一个离我们很近，此刻正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名字，菲律宾。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重点聊的第一个火药桶 P 国，菲律宾。你可能会问，一个东南亚的岛国怎么就成了亚洲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答案藏在一片海里，南海。这几年，菲律宾和北方那个巨人在南海的摩擦已经到了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临界点。就在今年6月，菲律宾抗议说对方在黄岩岛附近放了一个漂浮的结构物，上面还有人员驻守。他们担心这是要把一片礁石一步一步变成人工岛，变成一座前线基地的前奏。紧接着，4艘军舰在黄岩岛附近和菲律宾的船只对峙。同一个月，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连带家人被禁止入境对岸。要看懂这片海的凶险，你得先看懂对岸是怎么下棋的。他们用的是一套很精巧也很难反击的3层打法。最外面一层是海警的船，穿着执法的外衣，做着逼近的动作。你很难说他们是在打仗，可他们就是在一步步往前挤。第2层是那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渔船，其实是伪装起来的海上民兵，成群结队，哪里有争议就往哪里涌。出了事，一句我们只是渔民，就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在这2层的后面是真正的海军，像一座沉默的大山压在那里，给前面2层撑腰。
这3层叠在一起，让对手每一次想反击都觉得无从下手。而这些年，海面上真正动过手的画面一次比一次惊险。菲律宾的补给船被海警的船直接撞上，被高压水炮一顿猛喷。有一次，菲律宾说对方甚至用军用等级的雷射直接照射他们的船员。而最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2024年那一次，对方的海警拿着斧头和刀砍向补给船上的水手，有人的大拇指就那样没了。这不是演习，这是真刀真枪。你要知道一个很少被提起的事实，在过去这几十年里，这个巨人的所有周边盟友当中，唯一真正流过血、付出过性命代价的就是菲律宾。更让人不安的是沟通这条线断了。你以为2个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国家一定有一条热线，出了事马上能通上话，把误会讲开。可现实是，菲律宾好几次想拨通那条热线，电话那头根本没有人接。而对岸军中此刻正在进行的一波又一波清洗，让军队之间本就脆弱的沟通变得更加不可能。对岸军中的一名军官没有上面明确的指示，是不敢随便跟外人说话的，而那道指示可能要等上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你想想，在一片随时可能出事的海上，2艘军舰近距离对峙，谁都不敢先退，谁也联系不上谁，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沉默。一次小小的误判，一次来不及解释的擦碰，就足以把一切点燃。麻烦的是，这片海上的国家并没有真正团结起来。东南亚这些国家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利益，有的和对岸做着大生意，舍不得翻脸，有的想置身事外，不愿被拖下水。这种各怀心事，让他们始终没能拧成一股绳，去共同面对那个巨人。一盘散沙，恰恰是对岸最乐于看到的局面。美国其实看得很清楚，从日本到台湾，到菲律宾，再到婆罗洲，这一连串岛屿连成的第一岛链，是挡住那个巨人向太平洋深处扩张的第一道墙。守住这道墙，尤其是守住菲律宾这一环，被华盛顿视为遏制对岸的关键。所以这些年，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演一场接一场，光是2026年就安排了超过500场各种形式的演训。你想想，当一边在拼命加固这道墙，另一边在拼命想推倒它，夹在中间的那片海怎么可能平静？而菲律宾也悄悄地和台湾走得越来越近，两边的海巡在巴士海峡一带联合巡逻，交换情报，把彼此的安全绑在了一起。而在这条岛链的最北端，日本也早已被绑进了同一条船。日本很清楚，如果台湾有事，那就等于是日本有事，因为对岸眼里的那些争议岛屿恰恰就在台湾的旁边。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自卫队开始到那些面对着台湾的离岛去参加伞兵的训练。普莱兹姆里的那个 J 帕克预言中那片8月笼罩日本北部的气体之云，两位预言家竟然又不约而同地把手指点在了同一个国家身上。从南边的菲律宾、越南到北边的日本，再到中间的台湾，这一整条岛链此刻就像一串被同一根引线串起来的鞭炮，只要有一节被点着，剩下的很难独善其身。好，说完 P 国，我们来说那个更安静却可能更要命的 V 国越南。普莱给的字母里其实并没有 V， 这个 V 是我自己把地图摊开，一寸一寸看下来，觉得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如果说菲律宾的危险是摆在台面上的，吵得沸沸扬扬，那越南的危险就是藏在水面下的安静，却在飞快的累积。就在今年，卫星影像显示，越南在南沙群岛在整整18道礁盘上27个不同的地点同时大兴土木，他们在填海，在造岛，再把一个一个孤零零的礁石变成能住人、能停船、能起降飞机的据点。有分析说，越南正打算在这些新造出来的岛上，一边放平民，一边放海军陆战队。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补给船，越来越多的飞机在这片本就拥挤的海域穿梭，而每一次穿梭都可能招来对岸的拦截和挑战。越南这个国家很特别，它一边在悄悄地武装自己，一边又想在几个大国之间走钢丝，
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他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对抗来自海上的压力，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对岸这个巨大的邻居和贸易伙伴。可钢丝这种东西，走得再稳，也怕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尤其是当中东的战火让全球的燃料供应变得紧张，当那位坐在白宫里的老人让人越来越搞不清美国到底还会不会守护这片区域，越南就更需要小心翼翼地掂量每一步。而越南这几年之所以敢于在海上站直了腰杆，也正是因为他看清了一件事：如果自己不反击，那条圈住大半个南海的线就会一步步压到自己家门口。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偏偏是这片海，让这么多国家红了眼？答案很简单，这片海底下埋着一整个时代的财富。根据估算，南海底下躺着大约110亿桶的石油，还有多到难以想象的天然气。这还不算完，全世界最繁忙的贸易航道之一就从这片海上穿过，每一天数不清的邮轮和货轮载着全球经济的血液从这里缓缓驶过。谁控制了这片海，谁就掐住了太多国家的咽喉，所以这里的每一块礁石，每一道暗沙才会被争得那么凶。2016年，海牙的一个国际仲裁庭曾经裁定，对岸那条把大半个南海圈进去的9段线不符合国际法。这场官司，菲律宾几乎全赢，可对岸拒不接受这片海的纷争，就这样一直悬在那里，越积越深。而对我们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来说，这片海的意义还要再深一层。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绝大多数都是从我们这里造出来，再经由这些航道运往世界各地的。一旦这片海，这道海峡乱了、断了，受伤的绝不只是这里的人，而是全球每一只手机、每一台电脑、每一辆汽车背后的整条血脉。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这一小片水域。有人说，这里是全球最危险的地方，可换个角度看，这里也是全世界最不敢让它出事的地方。这份谁都输不起的牵制，或许正是此刻让我们还能维持着脆弱平静的一根看不见的绳子。而就在今年6月1号，发生了一件很多人忽略却意味深长的事。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南海上的邻居，把彼此的关系正式提升到了强化战略伙伴的层级。你听明白了吗？ P 国和 V 国这两个火药桶开始靠在一起了，他们签了备忘录，聚焦海上安全，反复强调南海的和平与航行自由是不容谈判的。当两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决定手挽手一起面对一个强者的时候，这片海的温度只会升得更快。那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这里我要把一条很重要的线接到帕克那边去，因为就在今年年初，地球另一端发生了一件事，让整个东南亚的海面都跟着抖了一下。美国对委内瑞拉动手了。这件事，帕克其实早有预感，他一直在说，那位坐在白宫里的老人会被一场又一场的危机推着走。委内瑞拉、格陵兰都是棋盘上的棋子。可问题是，当一个超级大国以维护自家后院为理由，对一个弱小的国家直接动用武力的时候，他就开了一个很危险的先例。新加坡当时就深表关切，菲律宾的态度更是微妙到了极点。为什么菲律宾反应这么复杂？因为菲律宾比谁都清楚，今天美国能用强者的逻辑去对付一个弱者，明天对岸那个巨人就能用一模一样的逻辑来对付南海上的自己。强凌弱这扇门一旦被推开，就很难再关上。有分析就直白地指出，看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做法，对岸可能会觉得，趁着周边国家还没完全武装起来，趁着这扇窗还开着，在南海做一次武装挑衅，或许正是时候。你看，这就是普莱和帕克，一个用字母，一个用梦，最后拼出来的同一幅画。P 国菲律宾， V 国越南，两个火药桶靠在一起，头顶上还飘着一片被大国博弈点燃的乌云。而这两个火药桶的正北方，隔着一道窄窄的海峡，就是我们最放不下心的那片土地。现在我们把目光收回来，收回到那道窄窄的海峡上。台海9月到底可能有什么大事？先讲清楚一件事，避免时间线乱掉。今年上半年，普莱反复警告的那几个最危险的月份，5月、6月、7月，其实已经走过去了。
或者说正在走完。他说过，3月和12月是相对平稳的月份，可年中这3个月是麻烦之最。如今我们站在下半年的门口，回头看那扇最危险的窗，并没有带来最坏的结果。可他同时也说过，下半年才是另一波考验的开始。网络的混乱，金融的动荡，还有疾病，这些我们待会儿会细说。而帕克对台湾的担忧用的是另一种语言，他反复提到一个词：意外。他说他感觉到的可能不是那种蓄谋已久、摆开阵仗的正面开战，而是一场谁都没料到的碰撞，可能是2架飞机，可能是2艘潜舰，在某一个谁都没防备的瞬间撞在了一起。而就是这一下看似偶然的碰撞，会像推倒第一张骨牌一样，引发一场远远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大冲突。你不觉得这个说法特别让人不寒而栗吗？因为蓄谋已久的战争好歹还有预兆，还有时间反应，可一场意外是不挑时间的，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平平无奇的清晨。为什么9月这个时间点会让人格外紧张？这要从对岸这几年的军演节奏说起。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大规模的围台军演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一部按时上映的连续剧。2025年的4月有一场，年底的12月底又来了一场。那一次，海军、空军、火箭军一起上阵演练的是一整套封锁，切断关键港口，夺取制空制海，还特意做给想驰援的外部力量看。光是第一天就出动了130架次的军机，其中90架次越过了海峡中线，28艘舰艇在周边活动，好几艘直接开进了台湾的临街区。这样的军演早就不只是新闻里的一个标题了，它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每一次大规模的演练，往返外岛的航班飞往马祖、飞往金门的班机就可能延误，可能取消，成千上万的旅客被卡在机场，一脸茫然。这其实就是封锁的预演，先让你尝一尝，当这片海和这片天被人为地搅乱时，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子。温水煮青蛙说的就是这种感觉，一次又一次让你慢慢习惯，慢慢麻木，直到有一天那条线被彻底跨过，你才惊觉原来早就没有退路了。而这些军演还有另一层更阴险的目的，那就是打一场看不见的心理战。你有没有注意到，对岸每一次军演都要配上一大堆宣传，一张张精心制作的图，把整个台湾围在中间，反复播放，反复渲染。他们要的不只是吓唬几架飞机、几艘军舰，他们要的是一点一点磨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意志，让你在日复一日的威胁里，慢慢觉得反抗好像是没有用的，抵抗好像是徒劳的。这种攻心的战术比真正的飞弹还要可怕，因为飞弹打的是城墙，而这个打的是人心。帕克说的那种内部越虚弱，对外越要装出强硬的逻辑，恰恰让这种心理战变得更加没有底线。所以我们每个人此刻能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别让那份被刻意制造出来的恐慌真的住进自己心里。临街区这3个字很关键。过去这条12海里的缓冲带是一条大家心照不宣的线，可对岸正在做的就是把军舰一次一次的开进来，一点一点的把这条线抹掉，让它慢慢变得不再是一条线。他们先是让海峡中线名存实亡，现在又在对那条更靠近岸边的缓冲带下手。每一次军演都是在试探，看看能往前踩多少，而不会招来真正的后果。所以当9月这个秋天的节点到来，当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日历叠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都绷着一根弦。倒不是说9月一定会出事，而是说在这样一个双方都在极限试探、沟通热线又形同虚设的状态下，帕克说的那种意外，那种偶然的碰撞发生的土壤正变得越来越肥沃。一架越线的军机，一艘抵近的军舰，一次误判，一次擦碰，在平时或许还能压下去，可在火马年这样一个火气冲天的年份，谁又敢打包票？而帕克最让人玩味的一段话是关于对岸内部的。他说他看到那位最高领导人正在进行一波接一波的军中清洗，其规模让外界甚至联想到政变这2个字。
虽然我们谁也没能看清全貌，他反复问一个问题：这位领导人到底是在拔掉威胁他的钉子，还是他自己已经露出了虚弱，正在失去控制？这个问题藏着一把理解未来的钥匙。帕克说，当一个权力结构开始变得不稳的时候，那些新被提拔上来的军中人物往往急于证明自己，急于留下一个历史的印记。而在这种时候，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就成了转移内部压力最直接、最好用的办法。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把戏，翻开整部人类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一招被用了一遍又一遍。当一个政权在内部撑不住了，当经济垮了，当老百姓开始怨声载道的时候，最快让所有人闭嘴，最快让所有人重新团结在自己身后的办法，就是在外面找一个敌人，发动一场战争，把大家对内部的愤怒硬生生扭转成对外部的仇恨。多少个摇摇欲坠的王朝，多少个危机四伏的政权，都曾经走过这一步。而在这套逻辑里，台湾就是那个最危险的出口。当经济出问题，当政治不稳，当权力在内部激烈洗牌，把所有人的目光引向外面，引向一场对外的冲突，就成了一种几乎必然的选择。这不只是一场单纯的战争，这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同时面对经济、政治、权力三重危机时，一种近乎本能的反应。帕克说得很直接，一个内部越是虚弱的政权，对外反而可能越是危险。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好好想一想。其实帕克对这个下半年的担忧远不止台湾一处，他还翻出了自己很多年前写在书里的一段话，说有一个国家会被一整片气体的云笼罩，而如今他把这个模糊的预言具体指向了日本，时间大约在8月，地点在日本的北部。不过他也赶紧补充，贝叶经文一直强调未来是可以改变的，他之所以把话说出来，正是希望更多人送出善念和祈祷，去减轻那个可能到来的冲击。你发现了吗？这正是这些预言最温柔的一面，他们说出最坏的可能，不是为了让它成真，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让它不要成真。他还提到中东，他说他很早就感觉到伊朗的核设施会遭到攻击，而这件事其实已经以各种形式发生了。他预感在今年3月前后还会有一次非常精准的后续行动，不是大军压境，而是快速的空袭，速战速决。他甚至把这条冲突的线延伸到了也门。可有意思的是，帕克在这一片火光里看到的却是一个转机。他说，这一切的动荡最终可能会催生出一个全新的伊朗，一个女性能拥有更多自由和权利的伊朗。还有格陵兰这个被冰雪覆盖的巨大岛屿会变成美国的一部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只当是个笑话。可帕克说，这件事的核心根本不是军队，不是坦克，而是一纸又一纸的合约。他说，这背后真正的争夺是石油，更是那些埋在地底下、稀有到能决定未来科技命脉的稀土金属。他预感会有一笔巨大的交易在暗中成型，一场牵扯到北约又牵扯到对岸那个巨人的混乱的协议，还会伴随着非常庞大的金钱往来。谁控制了这些资源，谁控制了背后的航道，谁就握住了未来世界的方向盘。你看，从南海底下的石油到格陵兰冰层下的稀土，这个世界所有的冲突说穿了，争的往往都是同一样东西，资源。而在更大的棋盘上，帕克反复提到一个他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念叨的组合，那个北方的巨人和另一个更北方的邻居会越走越近，联手站到西方世界的对立面。当年他说这话的时候，这两个国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亲密，很多人觉得他在说梦话。可如今再看，这两个国家的军队一起走过阅兵场，能源和技术的往来越来越密，那个曾经看起来不可能的组合正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帕克说，这才是他最担心的地方，因为这个组合一旦成型，会像在火上浇油一样，让那个巨人在面对台湾、面对世界时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他也把矛头指向了他自己的国家英国。帕克毫不客气地说，对岸对英国的渗透早就不是在悄悄扩大，而是已经到了过分的地步。他批评英国那些政客这么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犯着同样的错误，打着经济合作的旗号，
把一个又一个关键的产业、关键的技术，甚至关键的国家安全，一点一点地拱手让了出去。他用了2个很重的词：疯狂，还有愚蠢。帕克说，有些政客为了眼前那一点点政绩，不惜出卖国家长远的利益，这种事看得他触目惊心。他点出的那些威胁，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记警钟。当一个国家的命脉一寸一寸地被别人捏在手里的时候，危险往往早在战争真正打响之前就已经悄悄降临了。而所有这些危机，在帕克眼里，最后好像都绕着同一个人打转。他反复提到，那位坐在白宫里的老人很可能会用一种谁都想不到的方式继续留在权力的中心。当有人问他，一个人怎么可能连任第3次？这不是明明白白违反了宪法吗？帕克没有笑，他说，正是因为会有一场冲击全球的大冲突，让一切正常的程序都变得无法进行。那些白纸黑字的规矩，在天翻地覆的危机面前，可能就被暂时放到了一边。而这场让一切改变的大冲突，帕克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台湾。你发现了吗？无论这条线从哪里绕，委内瑞拉、格陵兰，还是那位老人的权利，最后总会不知不觉的又绕回到我们脚下这片海峡。台湾好像成了这个时代所有大事的一个共同的谜底。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聊聊今天最让人震撼的一个预言了。帕克说，他看到的那个庞然大物的结局，不是打赢了谁，也不是统一了谁，而是他自己从一整块裂成了好几块。这个预言帕克讲了很多年，他说得很清楚，他感觉到那个巨大的国家最终会分裂成好几个更小的国家，而从这场分裂里会诞生出一种伟大的民主，一群像欧洲那样彼此独立却又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他甚至提到一段很私人的缘分，他说，很久以前，那位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家族里有人曾经来找他的妻子做过通灵，从那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和这段历史冥冥中有一种奇妙的连结。他还预言，在这场巨变之后，真正会站起来引领世界走向新精神方向的是印度，那将是一种全新的带着古老智慧的精神视野。那么触发这一切的引信是什么呢？帕克的答案又一次绕回了那片海。他说，这场席卷整个国家的巨变很可能就是由台湾周边海域的一场事件点燃的。海上先出事，然后火烧回内陆，接着香港会有动荡，蒙古的方向也会有骚动。你看，这条线又接上了。海峡的意外，内部的侵袭，经济的崩坏，最后汇成一股谁也挡不住的力量。一场对外的冒险，本来是想转移内部的压力，却没想到反而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好，讲到这里，就要进入今天标题里最让人好奇的那个部分了。3个省最先进入自治。我必须非常诚实地跟你说，帕克本人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是哪3个省。这3个省是我把他关于分裂的预言和现实里那些早已存在的裂缝放在一起做的一个大胆的推演。所以接下来这一段，你就当是我们一起在地图上做一场思想的实验。如果帕克的预言真的一步步成真，那么一个庞然大物如果真的要裂开，最先松动的会是哪几块？第一块，答案几乎是写在帕克嘴边的蒙古的方向，也就是内蒙古。帕克亲口说过，动荡会蔓延到蒙古。这片草原有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自己绵延千里与外部相连的血脉。草原的那一头还有一个独立的蒙古国，血浓于水的呼唤从来没有真正断过。历史上，每当中央的控制力一松，这片辽阔的北疆往往就是最先感受到风向变化的地方。一旦内部的那只手因为危机而颤抖，这片草原上被压抑已久的声音很可能就是最先响起来的。第二块，我会把目光投向西边，那片最辽阔也最特殊的土地，那里有着和中原截然不同的信仰，截然不同的面孔，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年，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一直是外界最关注也最揪心的话题。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越是想把一切攥得紧紧的，一旦这只手因为内部的危机而松开，
被压得最紧的地方，反弹往往也最猛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道理，你把一根弹簧压得越狠，它弹回来的力道就越大。这片土地上积压的能量一旦找到出口，会是何等的惊人。第三块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我会把它放在南方，放在那片最富庶、最靠海，也最早接触到外面世界的沿海之地。帕克亲口点明了香港的动荡，而香港的背后是一整片经济高度发达、观念更加开放和内陆有着微妙隔阂的华南地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支柱开始承受不住的时候，往往是那些贡献最多，却觉得自己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的富庶地区最先生出离心。这种心态古今中外都一样，我拼命赚钱养活了一大家子，可我的日子却越过越憋屈，那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个家里？历史上，这片沿海从来就不缺独立于中央之外自成一格的底气，它面向的是整个海洋，整个世界。北边的草原，西边的高原，南边的海岸，一个在血脉上与外相连，一个在信仰上与众不同，一个在经济上自成一体。这三股力量方向不同，理由不同，可一旦中央那根绷紧的弦因为海峡的一场意外，军中的一场清洗，经济的一场崩坏而突然断裂，他们很可能就是最先松动的那几块。当然，我要再强调一次，这是推演，不是断言。帕克画出的是一个模糊的结局，而具体会怎么走，没有人能100%说准。我们做这场思想实验，不是为了看谁的热闹，而是为了在巨变真的来临时，心里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慌乱。其实，庞大的帝国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垮掉的，它往往是先从边缘开始，一块一块地松动。历史上那个横跨欧亚的红色巨人，当年看起来也是何等不可撼动，可它真正走向解体的时候，也不过是短短几年的光景。先是那些加盟的共和国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要求更多的自治，接着是要求松绑，再接着几乎是一夜之间，那面曾经让整个世界仰望的大旗就从克里姆林宫的上空悄悄地降了下来。所谓进入自治，往往就是这场大戏的第一幕，它不是终点，而是一连串骨牌倒下的起点。帕克反复说的那个分裂成好几个国家的结局，走的很可能就是这样一条由松动到自治再到独立的路。当然，历史从不会简单的重复，那个红色巨人和今天这个东方的庞然大物有着太多的不同，可有一条规律却是古今皆然，任何一个把权力和财富都高度集中在一个中心的庞大体制，它最大的软肋恰恰就是这种集中本身。因为那个中心一旦出了问题，整个体系就会像被抽掉了脊梁，从四面八方同时开始塌陷。所以我们今天谈的3个省，与其说是断言，不如说是在提醒我们去留意那些最先松动的裂缝。读到这里，你的心情可能有点沉重，分裂、动荡、冲突，这些词压在心头，沉甸甸的。可我想请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帕克说的这场巨变在他嘴里其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结尾。他说，那不是一场走向毁灭的分裂，而是一场走向新生的阵痛。从那片裂开的土地上，最终会长出一群更自由、更像欧洲那样彼此尊重的国家，会诞生出一种伟大的民主。他甚至说，这一切从长远看是充满希望的。所以，恐惧和希望从来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今天谈这些沉重的可能，不是为了让你陷进绝望，而是为了让你在看清风向之后，能更踏实地站稳脚跟。好啦，聊了这么多大局，聊了这么多我们普通人根本插不上手的博弈，我知道你心里真正想问的，其实是最朴素的那个问题，那我该怎么办？我一个普通人，面对这么大的风浪，到底能做点什么？这才是普莱和帕克反复强调的重点。他们说这些，从来不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希望我们能在风浪来之前做好准备。所以接下来是我从他们2人这半年所有的预警里替你浓缩出来的2026年下半年每一个人都应该放在心上的3件事，请你一定听到最后。第一件事，也是我最想先讲的，手边留一点现金。这句话听起来太老派了，对不对？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带现金？
扫码、刷卡，手机一碰不就好了？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的便利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那就是电力正常，网络畅通，银行的系统稳定运转。普莱反复警告，下半年会有网络的混乱，会有金融的动荡。帕克也说，那个巨人的经济问题会成为2026年主导全球的头号议题。你想想看，当某一天因为一场冲突，因为一次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因为一场突发的天灾，电断了，网没了，银行的系统瘫痪了，你手机里那串代表存款的数字还能买到一瓶水、一包米、一箱泡面吗？到那个时候，真正能在你手上流通的，可能就只剩下那几张被很多人嫌弃过的纸钞。我不是要你把家当都换成现金，那太极端了，也没必要。我是说，在家里，在身上备上一笔够你和家人撑过几天，甚至1-2个星期的现金，这不是杞人忧天，这是最基本的安全感。而且我还想多提醒你一句，这笔现金最好准备一些小面额的钞票。你想想那个画面，当所有人都在抢购，当店家的刷卡机和收款码全都罢工的时候，你拿着一张大钞去买一瓶水，人家找不开怎么办？那些平时你看都不看一眼的零钱、小钞，在那一刻才是真正好用的硬通货。当一切都还正常的时候，这笔钱一文不值，可当突发状况真的降临的那一刻，它就是你和恐慌之间最后的一道缓冲。这就是普莱和帕克用他们的方式反复在提醒我们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关于健康，特别是关于你喝进肚子里的水。这是普莱今年说的最具体，也最让人后背发凉的一个预警。他提到了2个词，一个是肺痨，一个是黑死。他说的是那些古老的，我们以为早就被人类战胜了的传染病，像肺结核，像鼠疫，正在以一种新的混合的面貌卷土重来。他警告，未来出现的威胁可能不是单一的一种病，而是把好几种病的特征搅在一起的致命疫情，后果是大量的死亡。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他特别提醒，这种病可能会透过水源传播。他甚至建议家里最好装上高规格的滤水设备，对每天喝进去的水多留一个心眼儿。你或许还记得他当年是怎么说中那场席卷全球，让所有人都戴上口罩的大疫情的，就是因为有过那样一次精准的命中。这一次关于水、关于疫病的警告，才格外让人不敢轻忽。所以这一次，宁可信其有。这件事你能做得很具体，家里常备一些常用的药品，退烧的、止泻的、处理小伤口的，注意饮水的安全和卫生。如果不放心，煮沸或者装上滤水的设备，在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把口罩重新戴起来。这些事做起来一点都不难，可一旦真有需要，他们就是你和家人身边最实在的一道防线。普莱甚至描述过一个很恐怖的画面，未来的某趟航班上，可能整机的乘客都在咳嗽。这个画面希望永远不要成真，可准备永远不嫌早。除了病和水，普莱还提到了另一个连带的风险，粮食。他说，这一年可能会有严重的水患，甚至出现一些类似泥土喷发的异象，而这些天灾会直接冲击粮食的收成，带来短缺，带来物价的暴涨。这其实和第一件事又悄悄扣在了一起。当物价飞涨，当某些东西一时买不到的时候，家里多备一些不容易变质的粮食和日用品，米、面、罐头、干粮，还有干净的饮用水，就又多了一层意义。你看，这3件事，现金、饮水、出行，表面上各说各的，骨子里却是一张连在一起的网。第3件事，关于出行，关于你脚下的每一步，这一件其实把前面所有的警告都收拢到了我们自己身上。普莱那几个危险的字母 JPTI， 还有他反复强调的那场可怕的空难，说到底都是在提醒我们，这一年出远门这件事要比往年多想一层。倒不是说哪里都不能去，而是说当你计划一趟旅行，尤其是要飞越那些正处在风口浪尖上的空域，要前往那些局势紧张的地区时，多查一查，多等一等，把安全放在兴致的前面。他说过，3月和12月相对平稳，如果真有非去不可的行程，或许排在年底会
会让人安心一些。而对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来说，这第三件事还多了一层更深的含义。当海峡对岸的军演越来越频繁，当那道缓冲带被一点点抹去，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或许都该有一份最坏情况下的预案，不是恐慌，而是从容。知道万一有事，家人在哪里集合，重要的证件、护照、存折放在哪里，随手就能拿到。家里准备一个简单的应急包，里面放上那笔小面额的现金，一些常备的药品，一点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台不靠网路也能收讯的小收音机。这份预案，这个包，你希望这辈子都用不上，可拥有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让你在别人慌成一团的时候还能稳稳地站着。现金、饮水、出行，一件关系到你的钱包，一件关系到你的身体，一件关系到你的脚步。你发现了吗？这三件事没有一件是要我们去对抗什么滔天的巨浪，它们全都是最朴素、最日常，你我此刻就能动手去做的小事。而这恰恰是普莱和帕克这两个说话方式南辕北辙的人最想告诉我们的同一件事。面对一个看不清的未来，真正的答案从来不在恐慌里，而在准备里。我想特别跟你说说，准备和恐慌这两者之间那条细细的界限。恐慌是整天盯着坏消息，是心里七上八下却什么也不做，是把好好的日子过得草木皆兵。而准备恰恰相反，它是做完了该做的事之后那种踏踏实实的安心。当你家里备好了那笔现金，备好了那些药品和干粮，备好了那个应急包，你反而可以把心放下来，该工作就好好工作，该陪家人就好好陪家人，该睡觉就安稳的睡觉。因为你知道，万一那一天真的来了，你不会手足无措。真正的从容从来不是因为天下太平，而是因为就算天有不测，我也早已做好了准备。这才是普莱和帕克绕了那么一大圈最终想送到我们手里的东西。我们回过头把今天所有的线再理一遍。普莱用他的字母圈出了 P 国菲律宾，也让我们把 V 国越南补了上去。两个南海上的火药桶正靠在一起。帕克用他的梦把那道意外的引信接到了台湾海峡的秋天，又把那场意外之后的结局指向了一个庞然大物的裂开。而北边的草原，西边的高原，南边的海岸，很可能就是最先松动的那几块。这两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最后都把手指指向了同一个越来越近的年份。帕克说得很明白，对台湾真正的凶险不在此刻，而在2027年前后，那才是风险真正陡然升高的时候。而对岸的军队也早就把它现代化的关键节点定在了同一个年份。预言家的直觉和冰冷的现实在2027这个路口竟然诡异地重合了。其实你我都不是第一代面对乱世的人，翻开历史，每一个看起来天塌下来的时刻，总有人在慌乱中失了方寸，也总有人在同样的风浪里因为早做了准备而稳稳地站住了。差别往往不在于谁更聪明，也不在于谁更有钱，而在于谁在平静的时候多留了一个心眼。2026年的下半年，如果真如普莱和帕克所说，是暴风雨前那段短暂的平静，那他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份珍贵的礼物，一段还来得及准备的时间，别浪费它。所以2026年的这个下半年，在很多人看来，或许就是暴风雨真正来临之前那一段短暂的还算平静的日子。我们该做的不是躲进被子里发抖，也不是挥着手说这一切都是危言耸听，我们该做的是在这段还来得及的时间里，把手边的那点现金备好，把家里的饮水看好，把出行的每一步想清楚，把该准备的应急包准备好，然后抬起头，平静地看着前方。普莱在今年7月之前说他收到了指示，要暂时闭上嘴，不再对外公开预言了。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我们玩味。是不是有些话说到某个份上就不方便再说下去了？还是说他只是想在这片喧嚣里让自己安静一下？我不知道，可我知道的是，无论这些预言最后应验几分，我们对这个世界多一分清醒，多一分准备，我们就多一分从容。风会怎么吹，浪会怎么打，我们或许无力改变，
但我们手里握着的那把伞、那双鞋、那份镇定，永远是我们自己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这些话对你有一点点帮助，别忘了把它也分享给你在乎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地走过这个不平静的下半年。